特斯拉中心落户新疆，却受到中美两边批评，究竟是怎么回事？特斯拉真的与美国政府里应外合，在新疆从事间谍活动吗？最近，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频频成为中美博弈的焦点。先是由于旗下太空探索公司的星链卫星间歇撞到中国空间站，而遭到中国网友的口诛笔伐。随后，旗下又一家公司特斯拉在新疆开设展厅，引发了美国政客的围攻。2021年的最后一天，特斯拉宣布在中国新疆地区开设展示厅。紧接着，美国政客依旧拿新疆问题大做文章，称特斯拉中心落户新疆是在无视或支持该地区侵犯人权的行为。当然，美国政客大炒新疆问题已经是常规操作了。有意思的是，在中国互联网上，有网友对于特斯拉将展示厅设在新疆的行为表示怀疑，甚至认为马斯克是与美国政府里应外合，利用特斯拉汽车上的设备来测绘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西北高精度地图，并偷偷传给美国，为美国将来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当然，这些言论并没有证据，仅能被视为阴谋论。但值得注意的是，此则阴谋论倒是得到了不少中国网友的支持。为何中国网友对于特斯拉与新疆联系如此敏感？首先，自然是美国一直在打新疆的算盘，从过去炒作新疆再教育集中营，再到宣传新疆棉花产业存在强迫劳动，到如今，美国已经是逢新疆必炒，一切与新疆有关的产业似乎都上了美国的实体名单。不仅如此，美国还拉着各盟友轮流炒作，逼着企业站队。在这种情况下，特斯拉进驻新疆的确会引起关注。由于新疆民族成分复杂，再加上其接壤中亚、靠近中俄的腹地，以及新疆地区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基地、一带一路战略的中心，对于美国而言有很高的战略价值。有学者指出，美国加大对新疆的指控，意在破坏新疆的产业建设，使得中国必须得依赖对外能源进口，而这是美国能采取行动遏制中国的最有效手段。若是利用民族问题能在新疆掀起颜色革命，那就再合适不过了。因此，新疆也有军事价值，美国人想策划新疆地区也就不难理解了。而且，新疆还是境外人员进行非法测绘的重灾区。比如在2006年，中国国家测绘局通报了几位日本公民在新疆和田非法测绘案，最终这批人被责令限期离境，并且没收测绘成果和测绘工具。2010年，有群众举报称，某日本公民携带手持 GPS 接收机在新疆塔城地区进行测绘活动，有关部门立马采取行动，发现这名日本人使用的手持测量型 GPS 接收机采集关于中国境内地理信息坐标598个，其中588个位于新疆，并且涉及塔城地区军事管理区的有85个。201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测绘局公布了一起美国公民非法测绘案件，此人未经许可，在昌吉州马纳斯县某部队驻扎地附近采集地理信息坐标数据。据调查，截至事发之时，这名美国人在中国境内已总共采集存储地理坐标9万余个。另外，中国的西北地区本来就是美国间谍活动的密集地区，美国的间谍卫星几乎24小时在西北盯着中国有没有增加新的核弹发射井，有没有测试新的武器。毕竟西北荒漠是中国重要的军事靶场，尤其是中国火箭军每次测试某种新型导弹就会打到西北大漠，美国卫星也多次捕捉。对于美国而言，如果能了解中国在西北地区的军事部署，那再合适不过了。因此，美国是有测绘新疆等地的需求。由于种种案例，中国网友对于国外企业与个人在新疆的活动尤为敏感，尤其是在西方大打新疆牌的时候，更增加了人们的警惕。再加上此前关于特斯拉的一些负面传闻，实际上特斯拉公司此前就闹过间谍传闻，并且这还是美国人自己宣传的。去年3月份，《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指出，中国政府正在限制军方敏感行业国企和重要机关的工作人员使用特斯拉的汽车，担心该汽车可能会导致国家安全信息泄露。报道称，中国政府对特斯拉汽车进行了安全评估，发现汽车的传感器可能记录周边位置的视觉图像。此外，特斯拉通过汽车可能获得各种数据，而这些数据可能会被发回美国。此消息一出，一下子把特斯拉推向风口浪尖。
很快，一些特斯拉车主指出，特斯拉汽车上总共有8个摄像头以及10余个毫米波雷达、超声波定位系统等配置，可以对车辆周围的温湿度、经纬度以及实时视频全部掌握。特斯拉车内摄像头启用后，车上所有人员的言行随时被监控录取上传，而且不仅仅是停车状态，行驶过程中的数据也是特斯拉需要收集的信息。另外，特斯拉还进行了一次数据大更新，开始上传摄像头数据，并且更新了其路测数据共享政策。在一些国外论坛，一些车主也发布了自己的汽车在系统更新前后的流量消耗对比，上传数据所消耗的流量开始大增。因为特斯拉汽车有遍布车身的摄像头，不少网友认为特斯拉可以连续拍摄车外四周无死角全景图像。如果停车位置是军事场所或者保密部门等敏感的涉密地区，也不可避免的会拍摄上传。有如此多的事例，是不是能证明特斯拉真的想在新疆地区进行间谍活动呢？在美媒发出这篇报道后，中国官方并没有给出正面回应，但同时也没有对特斯拉采取什么行动。从后续特斯拉能在新疆开展示厅这个行为来看，中国官方似乎并没有认定特斯拉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不过，马斯克本人倒是做出回应，他表示，如果特斯拉用汽车在中国或者其他地方从事间谍活动，我们将被关闭。对特斯拉来说，我们有很强的保密意愿。对于商业企业来说，对保护隐私和保密非常重视。一些专家指出，说特斯拉100%没有泄露数据的风险，自然是站不住脚的。只要是联网，用户终端数据都会传送到后端服务器，也就是数据中心。在这个过程中，或有意或无意就容易导致数据泄露。但是未来应对这样的情况，中国政府会上2道保险。首先是中国政府规定，外国企业到中国经营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涉及到的数据信息只能在国内处理，其上传的数据中心也会放在国内，而不是美国。如果不照做，就无法在这里经营。其次，中国的地图数据、定位数据是加密了的，而国外企业涉及到地图领域，其位置信息都是由国内地图供应商提供的。比如特斯拉在2020年前用的是腾讯地图，2020年开始用百度地图。也就是说，真正的位置信息还是保密的，特斯拉所知道的只是加密后的信息，而绝密的地区，特斯拉也基本开不进去。就算到了这些地区，也会进行数据屏蔽，无法上传准确信息。正是提前做好了准备，中国才敢大胆向外国企业开放。反倒是美国近年来打着数据泄露的旗号，让不少中国企业上了实体名单，可谓是高下立判。